八炯这么这样的逻辑会不会啊？哪里来的先进技术被卖到美国了？这叫强，不是卖。台积电带了1000亿美元去美国。当美国2028年才开始生产2奈米跟3奈米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台湾还在2奈米，早就1奈米或是更先进的什么0.5奈米、0.7奈米制成了。电子会碎穿出去好吗？他只懂奈米，但他不懂 CoWoS。先进封装才是台积电现在最赚钱的地方啊！先就把 CoWoS 弄懂再来讲啊！我在鬼扯，这群乐死。上海真的是赖清德跟没有台湾立场绝不动摇。Taiwan Semiconductor that announced a $165 billion investment in the USA. The CHIPS Act is a horrible thing. 是要废掉芯片法，钱会回得来吗？真的是超级商事洗办，所以台湾有青鸟、八炯、黑熊、曹新成这群废物，台湾真的没救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八炯解读国际最新力作，台湾人卖掉台积电，破解谣言。此时此刻的今天，建筑工程团队还有蓝图都出来了，拉水拉电的那些人也都来了，你起码要4年之后才能落成，也就是2030年左右。那我们算明后年才开始的话，就2031、32年呢。其实大家知道，台积电第一座厂差不多是花这个时间。那你确定是2031到32年吗？商周有把台积电去美国整个的完成的部分哦。那台积电未来4年要盖好，但列地它的5年包含天期规划、整地相关的水电协调配置，但是到了盖厂完全量产大概是2年到2年半。第一厂当然盖得比较久，因为第一厂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所以台积电当时派了他们第3代或者是第4代领导人最强的王英郎到美国去总指挥官哦。再来，它是分4年，所以八炯开口就知道他不懂晶圆。4年是包含接下来台积电所宣布的3座晶圆厂、2座 CoWoS 先进分装厂，再加上1座研发中心。所以如果真要算，到2029年就全部都完成了，因为地已经有了。台积电凤凰城亚利桑那厂原本就是预留6座晶圆厂的空间，现在现行投的650亿是盖了3座。那现在大家在想，台积电这次去投，他所讲的到底再加3座晶圆厂，还是原本的3座再加2座封装厂，再加1座研发中心，然后6座，还是其实未来还会再往外推开土地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另外再规划。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它具体100%的做法，因为这个也是台积电机密嘛。但是未来4年4万个营建工作机会，也就是说相关工程从他开始宣布开始，到了2029年就要完工。所以八炯开口他就完全讲错，他根本连期程都搞不清楚。再来，这里面有几个重点：第一厂已经在2024年底量产，而且现在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的良率是全球最高，所以水土不服那一件事情已经被克服了。也是台积电首次将先进封装投资也完善美国的国内 AI 供应链。另外，第2座晶圆厂立案计划在建设当中。这里的消息是台积电直接提供给商周的啊。所以如果照八炯的说法，魏哲家董事长就变成当着川普的面说谎，哇，这就很严重咯。而且为什么他宣布4年？川普刚好当4年，就是要盯着你未来4年给我完成。当然也很好玩哦。台湾这个全球研发中心，那美国那个叫做研发中心，并不是全球的总中心。第一个八炯，我不知道他理不理解，台积电分3段，从0到有，从有到好，就是说把良率拉到可以赚钱的程度，从好到量产。这里就分成 R1、R2、R3，R1 就是全球总中心，确实还在台湾，R2是跟着晶片厂到处去走的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晶片厂，你一定会配一个 R2 给他，因为你必须不断的调教，解决当地生产良率提升的部分。那时候市场就不需要 R2 跟上，所以他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可是我告诉大家 ，R2 过去呢 ，R1 还没过去啊。你确定未来 R1 会不会过去呢？这个很好笑。再来，2025年预计开始生产2奈米。美国这边呢，第2期的2奈米、3奈米，预计2028年才开始生产。他刚才讲说2031年、32年才会量产，这里自己就讲2028年就会生产。然后我们今年就可以有2奈米了，美国要到28年才可以自主的生产2奈米。我想请问一下聪明的你各位啊，当美国2028年才开始生产2奈米跟3奈米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台湾还在2奈米。他只懂奈米，但他不懂 CoWoS。先进封装是什么？真的有传出消息说，美国厂未来有可能是14A 哦。先进封装才是台积电现在最赚钱的地方啊！现在就把 CoWoS 弄懂再来讲啦，哦，受不了反正8点就是看看新闻就可以洗脑了你。早就1奈米或是更先进的什么0.5奈米、0.7奈米的制程。
真的不懂，真的不要开口。他妈的，他到底哪里学了？电子会隧穿出去好吗？北七哦，台积电现在在攻克的也就 1.4 是最先进的，所以有传出说可能要冲 1.4， 然后目前是 1.6， 所以 16A 跟 14A 哪里来的 0.5 0.7 啊？然后下面一大堆谢谢八炯还有董内，很明显这些蓝白都急了，反观蓝委几乎通过了，代表蓝委急了，越来越急哦，这是瞎鸡巴讲好。哪里来的先进技术被卖到美国了呢？再说一次，不是卖，我们是台积电带了1000亿美元去美国，这叫抢。所以八炯有的时候国际地缘政治这种东西真的不要碰，你连最简单的抢跟卖都分不清楚，你是要怎么做节目啦？你让台积电跟美国有更多的合作，等到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，才可以去撼动、影响到美国，乃至影响到全世界。因为你整个培育人才的或是研发的总公司都在台湾，你说美国能不更用心的保护台湾吗？他这前言不对后语，你刚才自己不就说培育人才需要时间吗？你能影响到美国？你确定吗？那乌克兰为什么被抛弃呢？不是读点书嘛，好不好？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快晕倒了哦！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还有一个更好笑的，那些蠢蛋蓝白还在喊美积电、美积电、美积电。我的青鸟朋友刚刚私下跟我透露机密，其实赖清德是用台积电做交易，台美已经签好了布达佩斯备忘录，只要台湾移走台积电，美国到时候会遵守信用保证履约，派出美军打过台海，不怕和中国发生核战，拯救我们台湾同胞。他们以为台积电是白白送的吗？什么都没有签吗？真是蠢蛋！看看赖清德的脸吧，他的双眼看起来是如此的聪明有神，他会像我们蓝白一样是大蠢蛋吗？反串要注明，不然很容易被友军误伤，知道吗？什么是布达佩斯备忘录？当年乌克兰在1991年的12月，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，乌克兰拥有3000枚核弹头，不要意外，乌克兰是苏联最核心的地区，拥有苏联40%的工业，因为乌克兰其实是俄罗斯族的祖宗之地啊，所以苏联很多领导人都是来自乌克兰。当年说，只要你放弃核武，美国跟俄国到时候会共同保护乌克兰。请看看今天乌克兰什么样子，美国在放弃乌克兰，而俄国正在侵略乌克兰。美国人签承诺都毫无遵守，你八炯信口雌黄啊！再来，经典的又来了，他在看川普，26年才动工呢，那我们算4年后就是2030年、2031年，又来了，人家早就跟你讲了，最晚29年第2期2场就完工了。你以为川普吃素的只有2奈米跟更先进的制程会更晚，因为台积电目前为止2奈米的良率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拉到可以进行高获利的程度啊。那更别说在研发中的 16A 跟 14A， 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八炯为什么人家台积电 logo 设计成这样？这就叫良率。我不知道八炯知道什么，反正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乱讲话，到底在讲什么？我的天哪！重点是一堆人信呐，起码到2031年还在盖还没盖完这个过程中，中共打到台湾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影响，因为我东西还没盖完你就打来了。那现在最起码我们的承诺保障有到2031年，不是吗？哇！所以照他这句话，他自己也承认一件事到2031年还有承诺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台积电搬到美国2031年之后呢，那台湾不是要玩？你自己都承认2031年之后开绿灯可以打了，你到底逻辑在哪里啊？拜托，不要再讲国际了，你去笑小粉红，我没什么意见，什么都不懂就出来乱讲话，而且也不会盖到2031年，谁跟你盖到2031年啊？你是不知道晶片厂他们的作业是一切从速吗？再来，才在听川普在尾后栏赖清德丧事喜办，马魏哲家捧得老高的时候，川普去了美国国会。 And just yesterday, Taiwan Semiconductor,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,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, has a tremendous amount, 97% of the market, announced a $165 billion investment to build the most powerful chips on earth right here in the USA. 先进制程，台积电已经打趴了所有的对手。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从来不把先进制程放到外面去？因为先进制程的最大问题是它的良率很重要。台积电为了要最大程度的节省成本，创造高额毛利，所以它把台湾做一个重要生产基地。除了台湾的人才之外，最关键的就是 R2 到 R3， 它是非常非常需要跟现场工厂联动的。那这一次亚利桑那州的厂去了之后，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因为它把 R2 也带去了。那我问你，未来 R1 要不要带去？所以 R1 其实跟 R3 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，最紧要的是 R2， 而这个也是台积电所创造出来全球独步的模式，也是这个模式让台积电远远甩开了英特尔，它是往上走的嘛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八炯在鬼扯淡。 And we're not giving them any money. Your CHIPS Act is a horrible
horrible thing. To give 哦，晶片法案糟透了，要命啊！当初拜登许诺芯片法案给台积电66亿美元，让台积电去美国建厂，到目前只到资15亿美元。现在川普说糟透了，也就是要废掉芯片法案。更糟糕的消息，美国现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绝对多数，所以他才刚讲台积电去了，然后马上就说要把芯片法案给干掉。那后面的钱怎么办？51亿美元去哪里？拜登还有一点点招商的感觉啊，川普他妈的就直接明抢来管你那么多。To them, we're giving them no money. 所以台积电接下来1毛都拿不到， All that was important to them was they didn't want to pay the tariff. 很可笑欸。台积电如果不自己去的话，你美国涨再高的关税有个屁用啊！没有竞品啊，断档式领先至少5年，97%的市场份额在台湾生产。美国现在所有的主要晶片先进制程，它差的都来自台湾呐。干你妈晶片，它就算关税涨了200%，他要不要买？他照买不误啊！那花他美国人的钱呐。所以我才讲这是一个世纪悲剧啊。然后有一群智障根本搞不懂这个东西。关税是要在有同类型竞品替代品的时候才有用，如果没有，关税是屁。这么智障的逻辑，他妈的八囧会不会啊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讲的东西是人在听的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不懂那边鬼扯。这件事超级震撼的，所以翁达瑞出来洗地，跟八囧讲的方式一模一样，他们是拿中央厨房的帖子在讲话的。所以八囧现在就是个舔绿仔，100%的侧翼，他不只拿文化部的钱，他拿的就是绿营的钱，不把好事当坏事。企业对外投资是国力延伸，代表不是国力被掏空。1980年代，日本汽车大举到美国设厂，当时丰田市占率 6%， 全球第3，如今丰田市占率第11，全球第1。台积电赴美是好事一件，不要坏事唱衰。这翁达瑞脑袋也是很有问题啊。丰田到了美国市场，是因为要跟美国汽车在美国本土竞争，对抗美国政府保护汽车的关税。丰田汽车再怎么猛，市占率 11%， 啊，台积电90%以上的先进制程都是他的，又在鬼扯，对吧？绿营就没有一个人正常讲话，来6000赞啊！然后第一个高赞留言，以美论很爱呛美国抢技术，却一直台湾跟中国做生意，被中国偷技术，也不见他们靠北过，不都靠北了吗？又在偷换概念。古代人诅咒人真的是有道理，我实在很不喜欢诅咒人家，但我跟你讲，他妈这群垃圾啊！上海真的没屁眼啊！我跟你讲，操你妈的，舔狗舔成这个样子，2023年就在舔了，我看你舔一辈子了。真的是一群废物。然后刚才赖清德又在发废文了，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。我就问一个问题啊，台湾产业从西进南进，进一步到北河东拓，哪里给你北河啊？哪里东拓啊？钱会回得来吗？4年3.3兆台币就没了耶！原来这就是赖清德、卓荣泰的跟留台湾立场绝不动摇，跟留着啦，好的都砍走了，这就是他的跟留台湾呐，真的是超级丧事喜办欸。甚至美妻小姑姑啊，姑姑，世界的台湾日不落国，晚安，恭喜台湾人加油！台湾有青鸟，有八囧，有黑熊，有曹新成，这群废物，台湾真的没救。